不知道呢，大家有没有看过《疯狂的石头》啊？这部电影是黄渤主演的，当时呢是比较搞笑的。那么其中呢有一个片段，就是呢他们三个人在天台上偷到了一个箱子，作为老大的刘桦呢还在用听诊器准备开箱子，结果呢黄渤直接拿着锤子砸了下去，说费这事干嘛？直接砸不就完了？虽然呢这是一个喜剧，但是呢也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就如同呢我们现在的楼市，很多人说2021年我们的楼市疯狂调控啊，调控的大家都不买房子了。那么到了2022年这个时候，又全面的进行松绑，你费这么多事干嘛？你干嘛不直接把房价直接降下去？那这样的话呢，对于很多低收入人群或者说想买房子的人，房价达到心理预期了，我们想买就买，干嘛还这种调控那种调控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现实问题，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松绑，而不是呢直接降房价，有哪些方面的影响？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我认为呢，不直接降价呢，主要是有5个方面的现实原因。因为呢，我们国家的人比较多，而且呢地域比较广，城市呢分布不均，而且城市的人口也不一样，发展的方向也不一样，所以呢导致到每个城市的楼市情况也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之前呢在提到这个房住不炒的时候，也不是全国一刀切，而是说因城施策。为什么因城施策呢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原因。不能直接降房价的第一个原因，就是房住不炒的核心理念，要稳房价，要平稳健康的发展啊。我们说呢，房地产有3稳，对吧？稳房价、稳地价、稳预期。所以呢，房价就不太可能会出现白菜价，或者说是呢天价。那我们看到呢，在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，房子涨幅确实很快，对吧？那个时候买房子一天一个变化，今天可能是5000块钱每平方，到了明天可能就变成6000块钱每平方，房价涨得如此之迅猛，很多人被迫上车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掏空了很多的家庭，炒房变成了有钱人的游戏，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只会被套牢。你可以问问2017年到2018年买房子的这群人，他们是深受其害，到现在仍然在还着高额的月供，对吧？当时首付比较高，总价比较高，而且贷款的利率也比较高。所以呢，你看到这些呢，就是房价上涨的一个反面教材。那如果房子变成白菜价就好吗？说白了，房子变成白菜价，就有很多韭菜，资本也开始会割韭菜。我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那就是我们说呢，山东乳山，对吧？这个海景房，之前呢，海景房作为一个养老的项目，其实很受欢迎的，但是做着做着啊，就变坏了，变成了割韭菜的。那这些海景房便宜吗？很便宜，总价只需要20-30万。那很多人买了卖不出去，又被套牢了。鹤岗的房子便宜吧？之前有很多人花2-3万块钱就买了一套房子，结果呢，新鲜感一过啊，1年以后想出售，结果发现没有人接手。所以呢，只能够低价处理。那么我们说，不管房价大涨还是大跌，都不符合呢我们这个房地产健康平稳发展的这一个理念，所以呢就不可能直接降房价。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大家呢买涨不买跌。按正常来讲呢，我们今年放开了楼市的限制，全面的松绑楼市，鼓励大家积极买房子，甚至不惜呢让农民工都进城买房子，给你补贴。但是我们楼市的交易量仍然不温不火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，现在是房价下行阶段啊，房价越往下跌越没有人买，因为人们对于这个房价下跌的底线是无底线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房价跌到了1000块钱每平方，也还是会有人在等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有人期待它会降到500块钱每平方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当房价稍微涨一点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该尽快出手买房子，因为如果你不买，你将会多花几十万来买同一套房子。所以呢，你抛开别的因素不说啊，就说这一点，那就是呢，房价越降越没有人买。第3个方面的原因呢，就是房地产是我们的支柱产业。那这个呢，我们说过很多次了，很多人呢只在表面上吆喝说我们的房价啊必须给我降到底，必须给我降到白菜价，必须让我们14亿人每个人都要拥有一套房子，必须让我们14亿人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房子。
这才是好国家好政策。如果我买不起，那就是房价太高啊。说这种话的人呢，从来就不考虑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啊。很多人说这个经济发展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？跟我们关系大了去了。如果经济不好，我们老百姓是没有收入的。这个呢，你不用降。如果房地产崩塌了，影响了80%的其他行业，大量的工厂倒闭，银行收缩不放款了，而且企业倒闭裁员，那大部分人失业，你觉得我们还会拿什么去挣钱呢？自己都养不活了，还谈什么发展？你到时候再期待房子变成白菜价，你会去买吗？你自己都快要死了，你还会考虑买房子吗？那也就是说呢，所有的根源就在于房地产要稳定。过去20年，我国的经济大力的发展，我们的高速修得又宽又长，我们的铁路呢总里程又很长，对吧？我们的飞机发展的也很好，我们的轮船发展的也很好，我们的军事也很强大。那这一切呢，都离不开房地产的强力支撑，要不然呢，我们也不会在短短的10-20年就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。那第4个方面的原因呢，就是说它会影响到我们老百姓的财富，使我们的财富贬值。很多人说房价降了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会影响到我呢？那我想问一下屏幕前的各位，如果说你现在所在的城市，你的房子基于你现在的房价价值100万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能够15万或者10万卖给我，我现在马上全款给你。你觉得你会卖给我吗？对吧？反正房价降和我们没关系，那你就便宜点卖给我吧。为什么我们说房价不能够直接降价？是因为在我们中国有80%以上的财产都集中在房地产的身上。我们身边呢，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普通的老百姓，两口子呢在城市当中奋斗，对吧？都是上班，有的在工厂上班，有的在企业上班，两个人呢都交着保险，而且呢存款并不多，为了共同的努力付了首付，买了房子，每个月还着月供。那么30年房贷还完以后，我们就只剩这一个房子。但如果你把这套房子卖了啊，变成了几百万，那就是我们的养老钱，或者说是我们的资产。但如果呢，我们没买房子，那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呢一点存款。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财富都集中在房产上的原因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房价腰斩，那我们还还贷款干什么？我直接把房子给银行成法拍房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干嘛还要把我挣的钱每个月都要填到里面？难道我闲的吗？第5个方面的影响呢，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第3点，对吧？这个房地产影响了80%的其他行业，那么到时候失业的人多了啊，那我们就说城市的公共福利就少了。很多人说房价降了只会影响一部分人，对吧？我不会受到影响，因为我有房子，我有稳定的工资，将来我还有退休金，对不对？我会有什么影响呢？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房价一旦全面的腰斩下跌，影响的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首先我们说影响经济，对吧？影响经济的就影响我们的工厂，影响工厂，工厂裁员，裁员大家都失业，这是一个连锁反应。那么失业了以后，你的养老金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不是现在的年轻人缴纳的呢？对吧？本身现在养老金就在年年的亏空，光靠财政的补贴那是走不远的。再加上我们国家现在呢少子化、老龄化特别严重。好，现在如果大家呢都不交养老金了，或者说养老金慢慢的减少，等你到退休的时候，那你就直接退休嘛，你还领什么养老金？养老金就亏空了。所以想事情呢是比较复杂的，而不是呢单纯的说房子降了、房子涨了就好了，没有那说。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